Hello， 大家好，我是酷索。不知不觉来到了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不知道大家新年有什么计划呢？有没有来日本跨年的计划，或者说对日本的跨年一直有心生向往的朋友呢？那说到我们京都跨年要做什么呢？可以说是整个日本这个最传统的跨年的方式啊，就是大家会去寺院敲钟，去神社参拜。那其实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在出去溜达之前，我只是想稍微跟大家就是讲解一下怎么样才算是正确打开日本新年的一个方式。首先呢，日本人会把12月31号的这一天称为大晦日，那就是说大家会在这一天去做一些事情，把过去的一年的污秽或者是不吉祥的事情给洗掉。所以大家可能会在下午会去一个神社，就在京都最著名的我们都知道的八坂神社，那京都人会去那个地方参拜，然后领一个火回家，然后点燃，那迎接明年的到来。那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呢，这就是这一天的一个重头戏，大家都会去各个寺院里面参加那个撞钟仪式，它叫做除夜之钟。那它其实是会撞108下，代表人类的108个烦恼都会随着这个撞钟仪式呢被消除。那在新年的最初3天要做什么呢？那就一定要去神社进行一个参拜和一个祈愿的仪式，这个在日语里面叫做哈兹摩特，就是新年最初的参拜。而且日本人有一个说法，就是你越早去神社，你许的愿就越灵验。所以其实很多人来了京都，他可能会在12点在一个寺院里面参加完撞钟仪式，然后他在过了0点之后，他立即就去神社进行一个参拜。在京都进行除夜之钟和神社参拜这个仪式，不仅是在京都人之间就是很有人气啊，它其实在日本各地人都会来京都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可能这段时间你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很多电车里面它都会有一些新的时刻表，就是京阪电车也好，阪急电车也好，从关西各地来到京都的电车上都会在这一天通宵运营。那么问题来了，那我们的新年活动应该去哪一间寺院，应该去哪一间神社呢？我们都知道京都最大名鼎鼎的就是清水寺了，没有错，清水寺也是每年最受欢迎的。它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在哪里呢？就是每个去寺院的人他都可以自己撞钟，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清水寺太有人气了，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它这2年开始就是已经需要你去领取整理券了。就大多数的寺院领这个整理券是你当天去领就好，但在清水寺今年它要从25号要从圣诞节这一天开始去领整理券然后你再到31号那天去撞钟，所以它真的非常火爆。要去的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已经来不及领整理券了。好，那第2个著名的地点是哪里呢？就是清水寺旁边的知恩院，那个地方有一个17吨那么重的大的这个钟，它每年都要10几个僧人一起拉那个东西才能撞响它。那这个呢，我们去参加它可能就只能在旁边看，但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除夜之钟每年是以知恩院的这个为标志的，它每年在12月底它还会进行一个演习，就包括演习都有很多人去观看，它算是京都的12月京都的冬天的一个风物诗了吧。至于说神社我们要去哪一间神社呢？对于京都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比较愿意去自己家附近那一间，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有一点那个拜一拜土地神的那个感觉。那另外一些观光客他们必去了3大神社，一个是平安神宫，第2个呢就是福建道和神社，第3个呢就是八坂神社。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想要感受新年氛围呢，去这3个就可以了。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好，终于切入到我们主题了，让大家稍微了解了一下日本这个新年文化呢。有一间我是想私心推荐给大家的，它是这2年在京都新年的人气飙升的一间神社，它叫做玉京神社。就是我疫情之前的某一年，我一大早就去了，我排了整整3个小时的队，就所有人都在寒风中排了3个小时的队，一定要参拜它。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就大家从这个名字已经听出来，它跟金有关的。这间神社呢，它传说是整个京都招财最灵验的。你也可以看出，就是大家新年愿望还是对于金钱的欲望最大啊。说起这间玉京神社呢，它也算是我们这间神泉之树的土地公了。对，没错，我们上一期来到这里，还是我在录第1期节目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那个奇缘记，那我觉得这也算是绕了一个圆啊。我们的第1期节目和我们今年的最后
一期节目，我们都来到了神泉志愿，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也是想带大家从我们的神泉之树出发，去一下我要推荐给大家新年参拜的神社，然后呢，我会带大家去一个京都的好地标，带大家看一看快要过年了，日本人会买什么年货，他们会在新年做什么准备，在新年干什么，然后我们就完成今天的小散步。好，那我们现在就下楼准备出发吧。神泉之宿呢是一家2022年新开业的现代丁屋旅馆，采用整栋独享的私密设计，既保留了传统丁屋的格调，又融入了现代舒适的生活体验。室内装潢全部采用5星级标准，注重每一个细节，追求极致的舒适体验。每栋皆为2卧室设计，1楼设有独立的起居室和设备齐全的厨房空间，适合长期停留与自炊生活。整栋独立使用的设计保证了高度的私密性与互不干扰性，无论是独自旅行、夫妻、好友同行，还是带小孩的父母与家庭旅客，都能安心入住，享受属于自己的京都时光。是那边吗？很多人在拍照那个。对，但是这不叫很多人。我之前拍到那个路口，你说我们该走进来那个路口？对啊，就是3个小时那一天。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玉京神社。那会日语的朋友可能会下意识把它读成お金神社，但其实不是，它读みかね神社。你看这个金灿灿的鸟居，是不是就能看出它财大气粗的感觉？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金色鸟居。那它据说是京都的一个300年的金箔老铺专门给它定制的。其实不仅是京都，日本的全国，包括现在很多外国人都已经会慕名来参拜这间神社了。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都祈求一些什么呢？比较狭隘的想就是求财嘛。那求财包括什么呢？我觉得这可有意思了，就是包括招财纳福、提升财运、资产运用、彩票中奖啊，甚至还有赌博顺利啊什么的，都会来这里祈愿。就所有和钱有关的愿望，你能想到的都可以来这里祈祷。你看它那个上面都写着金字，就真的产生着拜金感特别强。它那个摇的那个绳子，就连那个绳子也都是金色的。然后敲一下。大家在年末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会把去年从神社求到的东西要还到这里，然后到了新年的时候再求一个新的。你看这个就是他求的摆在家里面一个玄关啊，或者是神龛，重要的场合金运的守护。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第一人气的，它叫做福钱包。这个是它这个地方的第1号人气的那个周边，因为它的授予所这边不能拍嘛，它这个应该是2000日元，是第1受欢迎的。就是在旁边的这个卖那个神社周边的这个地方哦，就是还有几个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个是银杏叶的叶子，一个是银杏果，还有一个它这里有一个它这里才有的护身符，是中彩票的护身符。要买彩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它的这个御守喜神社都会有的地方嘛，这个地方有一个让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我疫情前来的时候有一个仪式是可以做的，它会给你一个那个小的那个盆，然后让你把钱放进去，然后就用水洗。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洗钱。这个叫洗钱，在中文听起来很搞笑啊，但在日本里面就是你会把你的钱全部洗得能够增财，所以大家来到这你会把钱包里面所有钱拿来洗一遍，然后再带回家。但是日本大家在疫情期间神社的这个都是不能使用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取消了，后来就没有再恢复，我觉得这还蛮遗憾的。嘿嘿。像我这种财迷心窍的人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你猜我买了什么？刚刚给你那个金色的那个袋子，对不对？钱包。这个我之前都没有买过，我今年第1次买，回家就把我所有的银行卡全部扔在里。然后你看它这个绘马哈是那个银杏叶的样子嘛，然后其实我刚刚看那边卖，不是我们说那个朱印也是银杏印嘛，包括他刚刚那边卖周边有好多挂那种小挂饰也是银杏叶或者银杏果，就是因为你看它背后，它这个神社后面有一棵银杏树，它这里银杏树也有200年了。
然后他们就说它是这个神社的神木嘛。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许愿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大家都想要1个亿。这个人要中彩票，全家一起幸福的生活，想要2亿日元。遇见了一个正在虔诚挂牌子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我们下一个地标了。那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看到日本人、京都人在哪能够买些什么年货，并且也是一个这2年在京都非常好逛的一个地标。那我们就出发了吧。好。现在我们从玉京神社大概走10分钟就来到了，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写着新风馆的地方，没错，这个地方叫新风馆。它呢真的是我这2年在京都最爱来逛的一个地方。虽然我觉得它有点不凑巧，因为它是在疫情期间开的业嘛，所以其实它的知名度就变得没有那么的高。但是讲真的，这个里面这个建筑，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日本的大正时代1926年的时候开始的一个建筑，它以前是京都的中央电话局，而且它里面大概有20多家店，很多都是在京都的首店或者是全新业态的。那这个里面有一间店呢，我觉得它可以一次的就让你看到日本人在过年的时候会有什么年货，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要去的这家店门口，这个也是我在这个里面最喜欢的一家店，它叫 Beams Japan。这个 Beams Japan 和 Beams 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们知道 Beams 它是卖潮流品牌的服饰的嘛，那它的旗下这个日本系列其实是以日本的工艺品为主，而且就是主打日本的传统工艺品、匠人文化，它会把亚文化跟潮流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能买到日本最多的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那我们就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的，或者日本人在这个时候都会买些什么。你看，果然这个专柜就是整个的正月用品的专柜。你可以看到那个这里已经有小马了，它那叫干支，大家可以知道明年就是马年了嘛。然后马后面的那个像松枝一样，那个其实是叫做门松。大家在京都街上逛会看到很多人的家家户户门口摆着2棵松树，那他要把它做成一个装饰的造型，就是门松是新年装饰的主角，因为大家会觉得就是它是为了让那个年神不要迷路。我在你家门口，如果看到2棵松树，我知道要进去，并且我是会年神是会栖息在这个松树上的，所以就是说有了这个松树，福气才知道要进门。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改进版的那个玄关的助年神，日本人会在这个时候把它挂在家里面的玄关上，然后它也是标志着就是神社的那个神明的降临之地，让那个污秽之物不要进入到家里面的那个意境，模仿那个镜饼的年糕形状，它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年糕，上面放了一个小小的年糕。日本人就是觉得这个镜饼里面就沉睡着稻米的魂魄，所以它会给人生命力。他们会把这个放在家里面，一直装饰到正月结束，然后把这个镜饼切来煮来吃了。然后这2个东西，一个是太阳的化身，一个是月亮的化身，就是一阴一和的组合。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在新年他会做一个招福酒嘛，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正月酒。然后呢，很多人买正月酒回去就是用这个棒子把它敲开，之后就是有那个招福开运破除的意思。但是它这个桶它这个不是酒，它给你买了一个套装，就是你可以在里面装这个723你自己想装的任何东西，可乐也行，然后你用这个敲开，这个适合买回去大家一起玩游戏。你看这个2026年的日历，为什么它马是反过来的？我以为这是个绸子。你看它这个是每个季节，比如说8月份那个欧蹦，大家不是把这个茄子和这个黄瓜做成那个小车来供奉祖先嘛？它每个季节的形式，7月份吃鳗鱼，然后3月份的女儿节。我已经连续3次来想买这件衣服了。
因为它摸起来真的很软和，它很像京都那种传统的老人穿的衣服。好，那新风馆要说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标，就是我认为它和其他的京都的百货商场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看，这是一个它的中庭，它的中庭现在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跟艺术家合作的设计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京都的室内难得的有一个这么多植物的，它的植物全部是来自京都的山里面，各种山野草的种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你就能够有一种一边在购物，一边又身处自然的感觉，而且它里面会穿插着一些艺术家的设计的作品，所以这一个中庭是我一年四季来到这个地方，来到新风馆最喜欢的。我们讲完了新年用品之后，我可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新风馆里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几个店，大家来的话可以慢慢去逛一逛。这边这家巧克力店是能吃到很多京都人喜爱的口味的，比如说它力推这几种，有宇治抹茶和京都味噌，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然后就在巧克力对面有一家天妇罗专门店，这家天妇罗的专门店就是它属于那种是吧台的，又有点高级，但是又没有太贵。然后这家天妇罗也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天妇罗对面这家店是我比较推荐吃午餐的一个店，它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合，就是蔬和蔬菜，然后蔬菜都是农家种植的新鲜。你看它里面吃饭还柜台里面是会卖蔬和卖蔬菜这两种东西的。这家现在正在临时休业叫的酿汤店，就是我很喜欢的饺子的专卖店，这家煎饺真的是很好吃。最后来到了这个吧，这家店是可以喝到很多京都的当地的酿造地啤酒的，就是海内外啤酒在这个店都有。那京都的地啤酒是这家店可以喝到现场的。OK， 那我们现在就从新风馆走出来了。我要推荐新风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那作为我们今年的202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那就要在这里跟大家告别2025年了。我是作家库索，也是古町居旅馆的主理人。那2026年我依然会和古町居旅馆一起在京都静候大家的到来。那就提前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又有头修，新年快乐！2026年古町居旅馆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啦。那我们拜拜。